我从来没有听过像拼多多这样的一场业绩发布会。韩国论金看天看地，大家好，我是葛龙。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昨晚上中概股之光拼多多的大跌。昨天晚上，中概之光拼多多发布中报业绩，业绩发布后，盘前股价立即大跌了13个点，最终收盘报错28个点，市值跌掉了554亿美金。554亿是什么概念呢？京东总市值也就411亿美金，相当于跌没了1.35个京东，1.83个百度。那么恐惧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市场反应过度了吗？当然，从基本面来看啊，市场有所担忧也蛮正常的。首先，第一是广告收入491个亿，这个主要来自于国内，同比仅仅增长了29%，而此前的增速一直在40到50个点，市场一定会担心拼多多的 GMV 是不是已经掉到了10%的范围了，货币化率是不是没有多少提升空间了？还有抖音和阿里的下沉，未来增速的压力是不是更大了？国内的成长空间受阻了后，那还有国外的故事，这也是拼多多成为中概之光的原因。拼多多的第二块收入交易服务479.4个亿，这一块呢主要是 Term 的收入，同比增长了234%，增速依然很猛，但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500个亿。而在外部贸易关系摩擦加剧、亚马逊下沉阻击以及国内同行西音的竞争下面，不达预期的负面效应就很容易放大。所以在业绩发布之后，拼多多立即跌了13个点，但是从盘前跌13个点到最终收盘跌28个点，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公司发业绩是在北京时间的8月26号下午6点半，业绩发布后盘前跳水13个点，然后公司在晚上7点半开始了业绩发布会。我在资本市场混迹了20多年，听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场的业绩发布会，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场像拼多多这样的业绩发布会。感觉就是公司的管理层唯恐锤不死自己的股价，连续强输出补刀。是举几例比如给3季度指引利润会同比下滑，比如未来几个季度公司要加大投入，利润会有波动，这些还在可以理解的补刀之中。毕竟互联网企业为了维持长期的竞争优势，牺牲一点短期利润，大家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还会点赞。这是互联网行业赞誉多年的坚持长期主义的做法。所以业绩会刚开始的时候，股价是从下挫17个点之后开始反弹到只跌了14个点，但是晚上8点之后，后续管理层马上跟进补刀，说公司长期利润下降趋势不可避免。我昨天晚上是一边在听业绩会，一边在看着拼多多的盘前股价，真的是把我给看笑了。比如在一位管理层连续补刀剁完之后，大家还是认拼多多是家好公司，股价开始反弹。这个时候换了一个管理层来讲，听着听着，我就在微信朋友圈里面说有毒，感觉他又想吹了。后面果然又倒下去了。管理层再次重点强调，公司的长期利润下降不可避免，就唯恐后面进场人听不到似的。事发反常必有妖，公司管理层这么整齐划一的反复补刀，反复用不可避免这个词儿，以及不断高频出现的高质量发展，我很难不相信这个业绩发布会是有所刻意的。而刻意低调的原因呢，也许和前不久的一则新闻有关系。这个8月9号的新闻是，拼多多创始人黄峥身价486亿美元，登顶中国首富。众所周知中国企业家是极不愿意做首富的，财富于他们而言，与其说是一种荣耀，很多时候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诅咒。低调再低调，是这一代企业家身上共同的时刻痕迹。而这其中，黄峥是尤其不愿意做首富的。他不仅不想做首富，第2大富豪他也不想当。2018年7月26号，拼多多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这场盛大的敲钟仪式上面，黄峥是缺席了的。到了2020年6月，拼多多市值站上1000亿，黄峥凭借43.3%的拼多多股份，以3200亿人民币的财富超越马云，成为中国第2大富豪。但此时黄峥却立即马上做了减持动作，并在2020年7月1号发内部信表示，他将不再担任公司的 CEO， 同时拿出占公司总股数10.11%的股份，用于成立慈善基金以及激励公司未来的管理层。这样一番操作下来，黄峥在拼多多的持股由此前的43.3%降到了29.4%，等于是主动放弃了大笔财富，把名字从首富榜上面降了下来。2021年3月17号，
正当打之年的黄峥却卸任了公司董事长，未来将投身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可以看到，黄峥其实是一直避免聚光灯打到自己身上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场业绩发布会，拼多多的管理层不断的强调，外部环境剧烈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全球业务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激烈竞争带来的重大不确定性，还有收入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利润长期下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在当前进行资本层面的回购或者分红是不合适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也没有这方面的必要，就怕锤不死。而拼多多也不负管理层厚望，最终以大跌28个点收盘，创拼多多上市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当初中概危机以及国内口罩等因素的原因，拼多多单日最大跌幅也只有24个点。企业家的无奈也间接波及了投资人，这其中不乏诸多大佬，包括高瓴、景林、高毅、风投女王徐新等等一线投资人，都是在用真金白银下注。高瓴11.8亿美元，占仓位的29%；景林差不多7个亿美元，占18%；高毅2.1亿美元，占仓位的27%，全部是第一重仓股。还有沈兰鹏，2季度买回到了78%的仓位。今日资本的徐新是更夸张啊，1.9亿美金投上去了，占到了他仓位的88%。大佬们看好拼多多的理由也很好理解啊，在黄峥和团队的打拼下面，拼多多确实是一家如假包换的优秀公司。此前连续6个季度业绩大幅超预期，国内业务稳步发展，海外业务高歌猛进，账上趴着近400亿的现金，是美金哦，估值却只有10几倍的 PE， 这是教科书式的经典的价值投资。只是投资人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尾。我们貌似处在一个估值体系礼崩乐坏的时代，当更强的竞争优势、更强大的现金流、越来越多的利润，迎来的不是更高素质的奖赏，而是管理层与日俱增的恐惧感，以及伴随这种恐惧感而欲掩之而后快的决绝。我们的投资锚到底在哪里呢？这2年，很多蛰伏舔舐伤口的投资人都会问格隆同一个共同的问题：何时才是可以大举加仓我们这个股市的大拐点？我说，不要看 GDP， 不要看进出口，不要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不要看社会零售总额，这些都是表象。盯人，看俞敏洪会不会回来，看马化腾会不会回来，看王兴会不会回来，看张一鸣会不会回来，看黄峥会不会回来。正是他们这一大批拥有长视野、大智慧、意志力坚韧、执行力决绝的企业家，充分利用了上苍赐予人类的资源，锻造了一批直至全人类经济史都堪称出彩的商业奇迹。他们才是经济的发动机，是经济的内核、内里。只要他们不懈怠，他们有勇气一往无前，经济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而经济才是财富的源泉，是流逝的根基。如果哪天我们像尊重科学家、尊重科学院院士一样尊重我们的企业家，我们何须担心当下乃至未来面临的任何经济困局？我是格隆，关注我，做一个清醒的人。虽然有时候太清醒了，也会伴随很多的苦恼，但是我向你保证，稀里糊涂、随波逐流的代价一定会更大。